关节不退化，骨质不疏松，欢迎收看骨骼关节健康讲座。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伟。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人工关节手术后的加速康复疗程。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了草屯佑民医院骨科关节重建中心主任何旭玉医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主题，因为他刚好是手术后的加速康复疗程的专家。那何医师呢，过去是在台北的马偕医学中心工作，那他放下了台北医学中心的光环，回到他的家乡草屯佑民医院来服务，那创了这个关节重建中心，主要也是在做人工髋关节、膝关节的手术。那今天我们要来聊这个手术后的加速康复疗程，我们要请教何主任，手术后的加速康复疗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手术加速康复疗程，那我们在英文会有个名词叫 ERAS。台湾的话，通常会称之一个叫宜乐式的一个疗程。那主要是说，希望病人在手术前能够去改善病人的体质，那使病人的身体状况提升到一个良好的情形，可以更能应付手术当中的一些变化，或是使手术后以后的效果能够改善。本来这个疗程主要是为了肿瘤患者，那可以从手术前的营养的补充，那再加上手术前的一些呼吸训练。那因为我们知道肿瘤的手术时间都比较长，可以在手术前就改善体质，使得病人在手术当中能够承受比较复杂的一些手术，那也可以使他在手术后的一些呼吸照护，让体力能够改善，让他尽早的恢复。那就人工关节手术来说呢，在加速康复疗程里面，手术前、中、后我们各能做什么？我们希望病人在手术前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身体的状况。那所以一样，在手术前我们可以请营养师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营养配方。那在手术前，我们可以请复健的老师来改善病人的关节的活动度跟呼吸的一些状况，改善他的心肺功能。在手术前一天，那其实以前我们都会让所有的病人在可能半夜一起进食。那针对这个宜乐式的疗程的话，那我们可以针对各种不一样的状况，减少进食的时间。像是固体的食物，我们只需要6个小时进食就够了。那甚至在手术前2个小时都还是可以喝水，那减少饥饿感，就比较不会那么焦虑。我们的血糖其实可以能够避免低血糖的状况，可以改善他的身体情形。在手术前改善他的一个不安全感，那使他能够感受这整个手术的过程是舒适轻松的。那手术中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我们知道疼痛是由在身体会有各个层级的一个不同的把关，那所以我们利用所谓的多重模式的一个麻醉。那以前的话通常是全身麻醉，那用呼吸性的麻醉气体，那其实这个会比较容易造成在手术后的一些恶心呕吐的状况。那所以我们利用一些那个脑波的监测，那跟脊椎的麻醉，还有伤口局部的麻醉，那可以减少这些呼吸性的麻醉气体的使用，还有吗啡的一个使用，达到一个术后比较不会恶心呕吐，那跟晕眩的一个作用，但是还是可以得到一个足够的疼痛的控制。因为疼痛是另外一个在手术后很重大的议题，因为当你感受到你的肢体疼痛，那其实你手术后的一些复健会比较难以执行。足够的疼痛控制，那病人就可以尽早的开始做复健的活动，那其实对他手术后的恢复也会比较好。所以刚刚何主任提到2点蛮重要。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来控制疼痛，而不是说把吗啡的量一直加上去，这个叫做多重模式的止痛。那另外来说，就是把吗啡的量减少了，麻醉药物减少了，病人也比较不会恶心呕吐。所以病人在整个疗程就会比较舒服一点。那相信这样子的双管齐下，应该病人会舒服蛮多的。那手术后有什么可以替病人做的？
对于手术后的这个处理，那我们可以尽早拔除尿管，肢体的疼痛改善，那就比较能够下床活动，那也可以达到尽早离床的一个目的，那改善下肢的一个循环，减少肿胀，减少那个血栓的一个形成，那使病人能够更舒服的开始做手术后的一个复健，那这样子其实对于功能的恢复是有很大的帮助。对，因为手术后如果身上还有很多管子啊，病人当然身上就会很不舒服嘛，那他就会不愿意下床，那不愿意下床就恢复的比较慢，所以只要改善这一点，事实上住院天数就可以很明显的缩短。那今天非常谢谢何主任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宜乐式的疗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各位对于关节重建或者是说这种宜乐式疗程还有什么问题呢？欢迎留言在下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